都不就透，我是头马，现在是清晨的6点钟，远方的教堂已经开始敲钟了。听说今天早上幸运的话，在城堡的旁边可以看得到热气球，我们来期待一下。不过早上真的空气非常好，整个湖边目前没有什么人。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看，到底有没有热气球。Let's go！ 其实我自己搭过，基本上吃不太出来有温泉。待会我们就要去爬271阶梯，现在通马的位置呢是在。You told me more than once to show you my intention. My brain gets blocked at times, but now somehow I'll give you my attention.You've got to know that I 漫步在环湖的步道里面，我大概只有走了这边的大概1/2而已。听说整个6公里的环湖步道全程走完，可能需要将近快1个多小时。这里呢，除了你可以开车过来之外，也可以搭火车，会让我想到日本的游步园的金陵湖。现在我这边看到花草的东西在我身后，除了有花草，很像泰国 Jungle Fly。我一路上也看到很多人都在慢跑，准备今天一天的开始。现在我们已经抵达要坐这个传统小船的位置，我们要登布莱德岛。我们等下会上去有一个美丽的教堂。现在我们就已经搭乘小船，在前往布莱德岛上面。布莱德岛就像皇冠上那最闪耀的宝石，别看它面积不大，却是全斯洛维尼亚唯一的岛屿。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0点整，我们已经登上了布莱德岛。现在我走在这个阶梯，共有99阶。传说中呢，新郎抱着新娘，从下面走到上面，就会顺利的生下小 baby。这是这边的小故事。这个岛非常的小。我们已经登在上面喽。传说年轻的女子，她的丈夫被强盗杀死后，把尸体丢进湖里。丈夫死后，她非常的伤心，决定花了一生的积蓄建造了钟在岛上为她祈福。不幸的是，在运送的过程中，船和钟都沉到了湖底。多年后，教宗为了感念她，建造了一座钟塔在岛上。如果你想要上这个钟塔的话呢，可以买一张门票，这张门票大概6欧，把博物馆跟这个钟塔一起做使用。那现在我们要爬上这个钟塔，看看整个岛，还有布莱德湖的360度的环境。那跟着我们一起进去吧。应该是要刷这个船。这个塔。总共又绕了好多圈，我感觉有5层楼，应该没有很高，全部都是用木头的阶梯所造的。钟楼的上面还有一个时钟，钟摆的位置就在这里，很快就抵达了。哇！哦，古老机械式的钟塔，很棒。然后可以看到外面风景。传说让钟响3次，你的愿望便能实现。是在这边哦，现在真的15分1刻，非常大声。真正的大钟其实是在我正上方这边，可是这样拍太到，小钟在那边敲，然后大钟在这上面，很有趣。这钟楼呢，2个方向，一边是上，一边是下，两边都不会打架。现在我们要往下走，去看看博物馆里面有什么东西。这边不是博物馆，是圣母升天教堂，一样传统的天主教，手工
东西是在上面正后方。这个台子呢，就是祭司坐上来的地方，然后有很多的画坐在上面，非常的宁静。在布莱德岛上面呢，爬上这99层阶梯，也有一个冰淇淋店，上面卖的这一个冰的名字叫做布莱德终身冰淇淋，这里面应该是花生口味的。很浓的花生颗粒，再加上牛奶，真的很好吃。在这个布莱德岛上面呢，除了可以登上教堂看看之外，其实四周围也可以环岛1周，大概这个边可以待个1个小时左右吧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帮我按赞分享。我们就下个城市见，拜拜。今天入住布莱湖的饭店，我们来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。这是我们的房间，引进来这个房间，让我先看到有点像攀岩的小圈圈，这也是木门，都非常的天然美。接下来呢，它也是利用，这都是蜂巢6角形的形状，独立的淋浴间、马桶，还有暖气。接着再往里面走，有一片很大的镜子，可以让整个空间变得非常的大。哇，全部都是木头纹。然后这边你看又出现了6角形，2张床看起来很舒服。这边呢，大家来看看，哇，整个收纳空间很棒，连冰箱也是木纹的，红酒脚杯果然欧洲必备的，还有富裕袍，这个设计我觉得很不错。这有很有质感的座位。全部都是用鸡皮绒的独立的沙发，更棒的是，居然有阳台。那我们来出去看看，那边就是我们的湖，这整个设备非常的棒，我喜欢这里，推推。